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。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的爱，我们不可能模仿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。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唯一将脸去养你身上。别讲想念我会受不了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在修炼爱情的路上，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无力呢？为什么我们的另一半常常达不到我们的期待呢？无论是帮我拿包包、接送我回家、打电话跟我报备行程，或者是半夜帮我抢演唱会的票，我曾经觉得一个另一半如果做不到这些，一定就是不够爱我，也没什么好沟通的，因为他就真的是没有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亚洲人的期待，因为亚洲人认为亲密的人为自己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。直到我在美国遇到了一个非常西式的亚洲人，我男朋友是从小在荷兰长大的，在西方社会当中，没有人有义务要为另外一个人做什么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所以也就没有所谓义务的观念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和一群朋友去逛街，那些亚洲男生都争先恐后的帮我们拿包包，只有我男朋友就几乎是直接走掉去逛他的。那时候我其实还蛮难过的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在一起，但是那也成为我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很大的原因之一。于是我就很直接的跑去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都不会帮女朋友拿东西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如果女朋友需要帮忙，我一定会帮忙。但是如果帮女朋友拿东西变成我的义务，而不是我因为爱而想要帮忙，那我久而久之就会疲惫。疲惫以后，这也不会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，我的女朋友也不会喜欢。”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对，我非常在意另一半为我做事情的动机。如果我真的爱这一个人，我想我也希望他爱我的时候是快乐的吧。戳破这个粉红泡泡以后，虽然我还是很喜欢男朋友为我拿东西的感觉，但是我就不再有这个期待了。神奇的是，当我没有这个期待以后，他竟然开始帮我拿东西了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，而他也知道，如果他不帮我拿，我也不会责怪他。少了这一层的压力，他就做得很快乐。我也因为帮我拿包包这件事不再是他的责任跟义务，而更感谢珍惜他对我的付出。一直以来让我心碎的不是另一半的不贴心，而是我自己错放的期待和渴望。我发现这些期待和渴望并不是爱，而是欲望。爱是给予，欲望是索取。爱是从我爱他的角度出发，欲望是从他爱我的角度出发。爱能让我们的心自由，不论会不会受伤，有没有受伤，我们都能选择继续付出。相反的，欲望使我们的心贫穷，永无止境的需要更多的爱来填满自己，却永远是填不满的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被我们的欲望所支配、限制，我们的心就不再自由了。所以最后想要来聊聊5种如何在关系当中把渴望放在对的地方，以及减少冲突的5种技巧和撇步。第一，沟通的首要目的不是改变对方达成共识，而是更了解这个人。第二，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，而且还是在理想状态之下，所以不要想要去改变别人或是控制别人。第三，爱是一个选择，当我们选择享受亲密关系中的美好的同时，我们也选择了无论如何都勇敢的去爱。第四，告诉对方你会怎么做，而不是对方应该怎么做，也就是说话的时候用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怎样怎样做，而不是说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做。最后一点是使用我讯息，我讯息就是指把事件、情绪和期待交代清楚。比如说，你不记得我的生日，这是事件；再来，让我觉得很难过，情绪。希望下次你可以写下来，写在手机里，写在日记本上，记得这是期待。
那相反的，你讯息就会是说，身为我的男朋友，你怎么可以忘记我的生日？你根本就不爱我。去介入别人的想法和动机，这个就是使用你讯息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，非常渴望亲密关系，虽然在亲密关系中有很多的挣扎，但是你并没有放弃，并且还是很愿意付出，那么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一起勇敢下去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你帮我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